那个设计师按了一个钮，就是放一些男生的 A 片。真的假的？我没有遇过。真的，我直接跟他说，不如我们结婚咯。当然，我一般当开玩笑啊，但是我心里面真的有这样子的事。床上大野狼还是小绵羊，是两个都 OK， 两种都可以很好玩，真的。而且我觉得我弹性。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帮非常多天王天后创作过的歌手，欢迎来帮。传播帝你好，终于见面。终于，听说你之前就有想要来上我们节目，是不是？对啊，因为我去年其实来过台湾拍过一首歌的 MV，然后我们的朋友 Melon 就是说其实你应该想一想，要不要跟一些台湾的 YouTuber 就是聊聊天这样子嘛？这一次终于来到，而且同一首歌也有一个新的国语版本。那这一次就是变成是从广东话变成国语的版本。对，因为接下来6月的时候会有我第一个的台湾的演唱会在这里。6月几号？6月14号在南港的 Sublife 会举行我第一次的台湾的专场，叫 Stuck in My Arms， 门票已经开始发售了。那跟写这么多歌，就是写歌有什么诀窍啊？写歌真的难，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的喜欢写歌的话，你会不停的去研究。我很喜欢听歌，而且我很喜欢创作东西。所以我就很羡慕其他人为什么他们可以写歌、写词？那其实我不觉得自己音乐很棒，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音乐天才。可是你写的歌都很朗朗上口。但是是经过很多不同阶段的起起伏伏。有些时候，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说，我写的头30首歌我都可以丢掉，然后你就是不放弃，一直在磨练，一直创作，一直磨练，一直去，譬如说你写完一首歌，你去问别人，给意见这样子，给意见这样子，然后你要听很多歌，虽然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对，但是我都会不停听歌，我都会不停继续的创作。像我去年自己也写了一首歌，可是我有一半是做梦梦到的旋律，我觉得做梦到旋律都很好的，真的吗？很酷的。歌有梦过旋律吗？我有梦过一首很完整的歌，完整的歌，后来有把它写出来这样子。对，我就是发梦的时候，歌词、MV 的画面都有。虽然那首歌没有 MV 啦，但是我全部都出来，我就一起床就立刻录音，对不对？对。那你还有一首歌是关于就是恐慌症，对不对？这首歌是最近在香港推出的一首歌，那首歌叫無膽肥累，對，無膽肥累，這個詞語在台灣有沒有的？聽得懂，我覺得台灣人會懂，聽得懂，這是我們廣東人的其中一個俗語啦，很常用的話是不是？很常用啊，這是膽小鬼。膽小鬼，為什麼有這樣的題材？因為其實如果認識我藍影班的朋友都知道，其實我之前有一段時間都有一些情緒、身體上的問題，所以我其實有好幾年，我目前是幾乎消失的。我製作就是恐慌症的關係，製作幕後，是恐慌症加焦慮症。那他除了情緒之外，他有對我身體有影響。所以我一直都覺得，沒有經歷過這樣東西的人，其實很難去明白。對，大部分人都說你要加油，可是就是加油不來的。加油不來，對，而且人家跟你講加油會生氣。對，就說我就是沒有辦法。對，所以我其中一個目標呢，現在就是可能因為我經歷過這樣子的事情，我非常明白在經歷這樣的事情的人心裡面現在想什麼，想要聽到什麼東西。對，就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想幫他們去發聲。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很多人依然會說那些歌
帮了他们很多。我其实可以理解，像我去年做了一部 BL 剧，就是讲身心议题的，男主角就是他在精神上有困扰这样子。对。那昨天晚上就有半夜观众传讯息给我说，他看得很能够感同身受，觉得自己被了解了。所以我相信歌的创作也是一样。对，我觉得写歌的人，尤其是当我每写到一首歌，有人会，譬如说视讯我，或者是走过来跟我讲，蓝以邦，你写的那一首歌什么什么歌，陪他们度过了一些不被明白的时间，我觉得是我最大的荣幸吧。对，就是真的走到别人的心里面，不是在耳朵里面而已。对，就是比金钱、奖项、任何东西都，我觉得更满足。那哥是不是有个愿望，希望你自己的歌可以在 gay bar 里面被播放？对，就是这一次的主打跟男孩子。对，男孩子，对，因为我一直都有快歌，但是我觉得我好像签了一首，就是非常那种 gay disco anthem 的那种，可以在 gay bar 让人家很摇摆的，很开心的。对，就是一听到就冲出去跳舞的那种。原来我还没有。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做广东版的男孩子就是觉得刚刚好，去年是我出道20周年，所以我觉得我20年来好像都还没有一首这样子的决定要做了，对，因为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我的身体会很想要动，谢跟着想要动，就我理解你那个想要创作的初衷。谢谢。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就是在香港工作的同志音乐人，大家都知道我也很坦白，但是所以我觉得好像我欠那个圈子一首这样子的歌了。那这首歌的歌词是在描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活到今天，我觉得一个男孩子最舒服的状态，无论你是直还是 gay， 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男孩子，就是做你自己啊。如果你是温柔的那种，你就尽管去温柔吧。如果你是很爱美啊，很爱摇叫的那种，你就尽量去呈现你。在香港工作了这么久，而尤其是我出道的年代，很多人都会觉得，你作为一个男歌手，应该怎么样？作为一个男性艺人，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形象，或者是你的谈吐要怎么样？对，有很多的应该这样子。对，你要 fit into 很多不同的那种 stereotype。对，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你是 gay 的话，就会说你是 gay， 你就是因为你是 gay， 所以你会比较温柔。但是我觉得直男很多都很温柔哦，不是因为 gay 才会变我们是温柔的样子。对啊，你是 gay 也可以有很阳刚的、很阳刚、很硬的一个，也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gay。对啊，我觉得人就是本身都有强跟弱的一面，无论你是男或者是女， gay 或者是直。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到了今天，大家依然你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人攻击的评论？对。那遇到这些评论你会怎么处理？因为我自己也遇到蛮多这种攻击的。我突然间有一天就是看到一个在我Instagram 上面蛮恐同的一些留言，我看那个 handle，这个人我认得出，因为他之前已经在我其他的平台的地方也留过同样的言，但是他用的是他真名的 account，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 YouTube channel 是有他教学中学的老师，对，我就把他的 YouTube 频道 capture 了出来。对，然后有其他的网文，他们就是发现我认得出这个老师啊，他是教这一家中学的blah blah blah谁，那就见了新闻咯。不应该去散播这样子的恐同的言论，因为他身为一个教育者，其实会影响的是很多人。对，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很离谱的，我也会回复。像我是会把它截图，就是公审，我觉得我不能白白的就被你骂，那反正你在公开的地方骂，我就贴出来给大家看，就看看你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对，就是我觉得你骂我不重要，但是如果我觉得你是在灌输一些错误的观念，那就不行。对。那哥，你觉得你现在是有活成你心目中理想的男孩子的样子吗？我觉得现在都
蛮好的，我不会再想那个问题，我究竟是不是活到我想活到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蛮舒服啊。我虽然我很想坦白，我觉得行内很多人都知道，我也不回避什么样子，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我可能都比较要保守一点点。像唱片公司是不是有让你不出席那个 Pink Duck 活动？以前哦，可能现在我是我自己的老板啊，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独立的工作室品牌，工作室，所以觉得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老实找自己做主。对，以前就算在网上看到一些很恐同的攻击留言，我都不能够讲太多，因为怕就是公司会认为你不应该去回复人家，会帮你贴标签这样子。对，或者是你不要你回复就是你替你自己出轨，这样子。我现在叫 I don't care。那你这次去当大使的心情怎么样？有点矛盾的。为什么？我不需要担心传媒，我不需要担心唱片公司，对，我也不需要担心观众会怎么想，对。但是同样我会担心之后究竟香港会不会继续有这一些大型的同志活动，这是我有担忧的地方。因为一直在变化，对，情势就是很说不定的那一种。对，现在连有些地方都不可以太公开放那些彩虹的，也不行了吗？开始，希望还是有一天我们一直可以在香港看见彩虹。对。那跟你对婚姻有憧憬吗？其实我的前度，我曾经有一刻想过跟他结婚。曾经。那个 moment 是什么 moment？ 大家当年开始同居，一起住，就觉得生活很舒服哦。好像这个模式的生活，两个人一起建立一个小小的家庭，很稳定的，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我直接跟他说：“不如我们结婚咯。”当然，我一般当开玩笑啊，但是我心里面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当时那个前度，我年纪比他大很多。哦，好的，那带到我们下面的题目了。我们接下来就要玩那个快问快答2选1，两个答案你选一个，然后全部都选完之后，我们再来一题一题讨论。年上男还是年下男？现在是年下咯。年下。床上大野狼还是床上小绵羊？这个要看对手。那就是两个都可以，对不对？看对手。看对手，这个要看对手。好，香港 gay bar 还是台湾 gay bar？ 台湾 gay bar。台湾 gay bar。替男友烤鸡还是帮男友煲汤？帮男友煲汤。好，我们一题题讨论。所以目前都是交往年下比较多。我下个礼拜47岁了。47岁。47岁了。我们两个差2岁而已。我懂那种感觉。我最小交往过比我小好像14岁。其实我蛮喜欢成熟型的，但是那个可以选择的人真的不多。那你们觉得跟年上年下交往有什么各自的优缺点？我的前度是比我少16年。破我的记录。在之前的那个呢是比我大14年。你的 range 很宽30年的跨度对啊，很厉害。对啊，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从来一个不会照顾人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连自己都不会照顾。但是我跟我前度拍了拖之后，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个充满母爱的一面。那以前没有发现。我非常会照顾人。原来跟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拍拖，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只是20几岁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不懂。但是跟那个比我大很多的大哥哥拍了拖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加速了我的成长，想法会变得比较成熟这样。对。好，我们下一题是床上大野狼还是小绵羊？是两个都 OK， 看对方的样子是不是？我觉得两种都可以很好玩。真的，我觉得当大野狼有它好玩的地方，当小绵羊也有它好玩的地方。对啊，其实人就是要各种可能性都尝试。而且我觉得我贪心。
两个都想要这样子，两兄都想要。好，那香港的 gay bar 还是台湾 gay bar？你选台湾，台湾比较好玩。台湾比好玩很多。真的吗？到底差在哪里？因为我没有去过香港的 gay bar。首先，我觉得台湾帅哥比香港多，不好意思。真的吗？我起码我觉得我看得上眼的类型，台湾比较多，对我来讲比较多。而且我在香港去 gay bar 的话，很多人认识我。我觉得就算我玩，我都不敢玩得太疯啊。我完全懂。台湾的人在 gay bar 里面好像比较友善哦。我不是说香港的 gay bar 不好。但是香港好像有些男生会比较做作，我觉得在台湾的 gay bar 每个人去都是为了玩的，为了开心，就没有那个架子。那你台湾去过哪些 gay bar？ 以前会去 Abrazo， 然后也会去G Star， 也去过 Ferry， 其实很多我都去过。台湾有蛮特别，像我自己，我好久之前，就是20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还没有当歌手，那个时候我是在办公室上班的。那我跟我另外2个朋友很常来台北玩，我们就是会星期五请病假，然后星期4坐飞机来台北，晚上过来就是玩到星期天最后一班飞机回香港。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去 funky。哇，真的是古老的回忆。我小时候也去 funky， 而且有一次我现在记得了，我现在记得那个时候就是20多年前，我们从 funky 离开，那我们上了一个 taxi， 然后我们一上去，那个司机就问我：“你们想去哪里玩哦？”跟着我，然后我们不知道啊，然后那个司机就按了一个钮，就是放一些A 片，男生的 A 片。真的假的？我没有遇过，真的，好夸张哦！真的就是放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就傻眼，就觉得我带你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去玩呐。他就开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旧的，我们进去是一种老人家的 gay bar， 里面是跳恰恰，叔叔辈的那些 gay。里面就是有一个好像爸爸桑的会坐下来，哎，你们想喝什么啊？就给我们一点小吃，还有这前面的伯伯就是一起跳那些那些台语歌的恰恰，超好笑，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体验，很有趣。对，因为台湾 gay bar 真的很多不同的类型，那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去到一家这样子的风格的很台的那种。对，然后再来是帮男友煲汤，我听说香港人都很会煲汤对啊，而且我擅长怎么汤？我之前完全不会煮饭，但是我跟我前男朋友一起之后，因为我们一起住，突然间有一天我前男朋友突然间看着我说：“哎，今天不如你煮饭给我吃。”他不是问我，他好像有一些是命令我。对，就是直接下欧的。他看着我，好像知道我会煮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会煮。完全不会煮？完全不会。煮出来不是很糟糕？很糟糕，而且煮了很久。那一天煮什么？还记得吗？我做了一个虾仁炒蛋。虾仁炒蛋，跟感觉很简单的料理。菜炒青菜炒牛肉这样子，其实很简单。但是当一个完全不会煮饭的人，你教他煮饭就是很糟糕。可能调味什么都有问题，然后可能炒焦了。对，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学会了煮饭。而且我们广东人一定要有汤水的，是我们香港人、广东人的概念，就是煲汤是为了养生。是为了养生，不是为了只是配饭而已。譬如说，最近很潮湿，我们也煲一些去湿的汤水，或者是到了秋天、冬天觉得开始干，你要煲一些滋润一点的汤水。是跟着节气在走的。对啊，这是我们广东人的一个习俗。哇，我要上网去找一些香港的师傅来做汤，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哦。对啊。好，今天很谢谢哥哥来，然后在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演唱会的专场
什么时候在哪边举行？好，我是蓝一邦，我第一次在台湾的专场会在6月14号在南港的 Sublife 举行，现在门票已经开始发售了，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听我信旧的广东歌，或者是你身边有香港人的朋友，也可以叫他们过来，我非常欢迎，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OK， 传播地频道，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